如果全社会都在借钱赌明天，都在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，而带头的大哥却带头装睡，结果会是怎么样？1921年的美国刚经历了一战，在战前美国人大都怀揣着让世界民主的清教徒理想，但战后当幸存的士兵带回战壕里的泥土、毒气和毫无意义的杀戮记忆时，这种使命感崩塌了，民众产生了一种既然明天可能没命，今天必须爽到极致的补偿心理。于是传统的节俭含蓄被扔进了垃圾桶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物质最直接最原始的占有欲。经历过世界大战的残酷，美国民众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外症和孤立主义心理。1920年美国人口普查是一个分水岭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，离开熟悉的乡村社区，进入冰冷的钢铁城市，人们失去了原有的身份认同，这种孤独感转化成了对品牌和景观的疯狂追逐，人们必须通过买最时髦的车，穿最亮眼的裙子来向陌生人证明我过得很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沃伦·哈定的小伙跳了出来。哈定敏锐地了解到美国老百姓的心态，他们经历了大流感和世界大战，老百姓对宏大叙事过敏。哈定在竞选总统时提出一个口号：回归常态，拒绝激进改革，告别威尔逊时期的强干预模式，经济上放任自由，减少对企业监管。为了讨好国内工商业，他承诺提高进口关税，以此保护美国制造，实际上就是让美国制造更肆无忌惮地收割美国老百姓。由于哈定提出的东西非常合各大资本以及当时老百姓的心态，因此他很成功的就当选总统。当上总统的哈定主打一个无为而治，大幅削减暂时高额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，减轻企业与个人负担，鼓励投资和工商业复苏，淡化威尔逊时期的进步主义改革，不搞激进社会实验，让社会生活节奏慢下来，让市场自我调节，社会自行修复。在用人上，哈定最喜欢用他俄亥俄州的老乡们，或者是帮助他竞选的功臣。因此1922年茶壶山丑闻爆发，那时候美国海军已经开始烧油，不用煤了。为了防止打仗的时候煤油可用，政府在几个地方圈了地，存着石油，不许私人随便挖，相当于家里的应急油罐。1921年，当时的内政部长阿尔伯特·福尔是哈定总统一手把他提拔上来。福尔觉得海军那帮人不懂挖油，放着也是浪费，不如让我来安排。于是他把3处海军石油储备地的管理权从海军部弄到自己部门手里，然后不走公开招标，直接内定租给2家石油公司。这2家石油公司老板跟福尔关系很铁，铁到直接送钱，给了10万美元现金和几十万美元自由债券。最终被查出来，罚款1万刀，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坐牢的内阁部长。另外，石油公司老板也被抓了起来。而哈定上任后也确实是无为而治，基本都是你们看着办那种人，下属最喜欢这类领导了。而且他还是出名的扑克总统，几乎每周都有几晚在白宫和朋友们打牌，边打边聊八卦。他喜欢在办公室、走廊、餐厅到处溜达，逮到人就聊2句，从棒球比分到州里的收成都能聊半天。很多政策其实是他和这些聊天对象闲聊时定下来的，所以有人说他是在牌桌和沙发上治理国家。平时哈定也很喜欢打高尔夫球，作为减压的休闲，同时也很爱看球赛，偶尔还回一趟老家俄亥俄州和老朋友们聚会。就这样一位总统，还是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。哈定上台主打的是回归常态，不打仗，少管事，减税，让经济喘口气。到1923年，美国确实从一战后的混乱里缓过劲来了，工厂开工，股市往上窜，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又可以放心赚钱的气氛。自己干得这么优秀，是不是需要让大众了解一下？是不是要刷一下存在感？于是趁热打铁，在全国各地露脸演讲，同时也为了之前茶壶山丑闻的事，给民众好好解释解释。由于哈定长时间熬夜打牌，又频繁应酬吃饭，再加上现在来一个全国巡回演讲，1923年8月2日，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店睡着后直接就睡死过去了，享年57岁，不能不说是勤勉的一生。按照美国宪法，当时的副总统卡尔文·柯立芝继任。柯立芝接手后，依旧遵循自由放任路线，而且还将它制度化。首先是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，个人所得税从 77% 最高税率降到 25%， 企业税最高税率从 50% 降到 20%。当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1500美元，主要是给富豪们降税。在经济学模型中，这叫资本释放。资本们一下子多出来个巨额闲钱，闲的蛋隐隐作痛，于是大量资金冲进了股票交易所。由于柯立芝时期对工会非常关照，经常资助武装治安队，时不时展示一下每秒8棍的技术，工会会员数从1920年的约510万成功被他打到360万人。工会被压制，自然工人薪资就上不去，但是资本们每天生产那么多产品，谁来买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资本家是万万不能得罪的，因此只能从工人们身上下手。于是分期付款的操作出现。在1920年代之前，美国人的金钱观极其保守，借钱买消费品被视为家门不幸和缺乏自律。但到了柯立芝时代，这种道德防线在工业产能过剩面前瞬间崩塌。1920年代，一套完整的分期付款体系已经形成，卖方如当时的经销商、制造商、零售商和金融中介合作，让消费者填申请表，给点首付，然后分期付款，非常完美的解决了工人们消费不起的困扰。既可以不给他们涨工资，又能促进他们消费，多么美好的事情！而且还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客单价。
以前借钱是败家子，现在广告告诉你借钱是一种智慧。到1920年代末，美国75%的汽车和80%的收音机都是通过分期付款购买。这种模式不仅消耗了工业品，还反哺了股市。既然大家买东西都不用付全款，省下来的现金流那就加杠杆投进股市里。这时候的美国，整个社会财富结构变成了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高塔，底下全是债务。在柯立芝时代之前，股市信息是华尔街大亨的专属。1920年代收音机普及率暴增，因为都能分期付款买到了。行情播报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节目。对于家庭主妇来说，早起打开收音机听股价，就像以前听陈导一样虔诚，因为买进去它是真的涨。你想想看，富人们被减税之后，大量资金往里面投；工人们能分期付款后，大量现金也往里面投，怎么能不涨？哐哐的涨。而当时美国的金融监管几乎为零，经纪人为了让多点人买股票，想出了一个骚操作，就是保证金交易只需支付1成首付就能来一次财富过山车。比如你想买入价值100美元的股票，你只需要掏出10美元的保证金，剩下90美元经纪人借给你，这不就是捡钱吗？当时的股票只能看到它一直涨，没有跌的态势，还不赶快加杠杆给它拉满，于是股票是涨得更为疯狂。此时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，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。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的年代，除了汽车之外，电话、收音机、电冰箱、缝纫机、吸尘器、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也迅速普及。从1929年开始，美国实行每周5天，每天高达9小时工作制，劳动人民的生活从一味工作逐渐转向消费享受，一个歌舞升平的年代到来。当然，这主要是靠分期付款来消费。生产的发展，收入的提高，闲暇的增多，这些都促使了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蔓延。如果你走在当时的纽约第5大道，耳边是爵士乐，眼前是霓虹灯，那种钱永远挣不完，氛围感是多么的美妙。而美国咆哮的20年里，娱乐业也发展得非常好。当时的美国人不是在电影院，就是在去电影院的路上。1927年，爵士歌王开启了有声时代，到1929年，全美每周有9500万人涌进电影院，这意味着当时几乎每个美国人每周都要看一场电影。在银幕的黑暗中，哪怕是负债累累的小职员，也能花几美分买到1个半小时的上流社会入场券。由于当时收音机普及，无论是在农场还是阁楼，大家听着同样的段子，追着同样的球赛，让所有人产生了一种我们正生活在最好时代的感觉。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，在美国文学界上也触发了2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情愫：迷惘的一代与哈莱姆文艺复兴。首先是迷茫的一代，这群作家如海明威、菲茨杰拉德、艾略特等，他们大多数都参加过一战或深受其影响。他们曾相信威尔逊总统所说的为了民主和正义，结果就是个谎言。这些年轻人发现，他们流血牺牲换来的不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而是一个更贪婪、更庸俗的美国。当时的海明威就是一个典型代表，在他的书里是对美国是各种批评。在他的《永别了武器》一书里说道：什么神圣、光荣、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，我一听就害臊。像非常出名的《老人与海》这本书，就是他对于这个时代的怒吼。他从不堆砌辞藻去写痛苦，而是写疲惫的清醒。还有菲茨杰拉德，他记录了那个最纵乐、最绚丽的时代。在他的成名作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，盖茨比那座足以让整个纽约侧目的豪宅，每周一次的流水席派对，甚至是从英国定制的成堆衬衫，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阶层入场券。菲茨杰拉德描写的新贵们，灵魂已经干瘪成了干巴巴的账单，大家忙着攀比，忙着在酒精和爵士乐中掩盖内心的空虚。这种非人性的状态，正是大崩盘前夕最真实的社会病灶。而另一种就是哈莱姆文艺复兴。如果说迷惘的一代是在物质巅峰向下看的绝望，那么哈莱姆文艺复兴就是从社会底层向上看的希望。在哈莱姆，黑人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有知识阶层的都市社区。思想家阿兰·洛克提出了新黑人的概念，他们不再是以前那种唯唯诺诺、忍辱负重的形象，而是挺直了脊梁，通过艺术来宣告自己的尊严。双方都对当时虚伪的资产阶级感到厌恶，都试图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真实的自我。一直到了1928年，支撑柯立芝时代经济繁荣的3根支柱已经开始出现裂痕。首先是农业，1920年代的繁荣从未真正惠及美国农村，而是不断吸他们的血。一战期间，欧洲是战场，美国是粮仓，麦子价格飞上天。但1921年后，欧洲恢复生产，需求骤降，小麦价格从1920年的2.5美元不食饵，直接摔到1921年的1.05美元。柯立芝政府为了保护工业，提高了进口关税，结果导致欧洲各国报复性提高农产品关税。美国农民的粮食彻底卖不出去，只能烂在仓库里喂老鼠。由于关税提高，农民买拖拉机、买化肥要支付受保护的高昂价格，但他们卖出的粮食却是世界市场价格，还要面临欧洲国家的报复性关税。农民在高进低出的夹缝中迅速破产。整个20年代，有数百万农民背井离乡涌向城市，成为了那些在生产线上拿着微薄薪水的新贫民。当时美国仍有近30%的人口从事农业，当这3成人口的购买力归零时，所谓的全民繁荣其实已经缺了一大块地基。过去美国工业发展起来，主要就是靠美国农民的购买力，农民的血吸干了，就转向工人，也就是第2根支柱。刚开始因为有分期付款，吸得还算不错，而且很滋润，但是工人的工资是有限的，而且柯立芝对工会一秒8棍的态度，更是在薪资涨幅上非常缓慢。
而且分期付款到了1928年，能买的人已经买了，大家已经背了一身分期付款的债，实在买不动了。1929年夏天，汽车和无线电的库存积压率达到了历史峰值，工厂开始裁员，没工作就没法还债，没法还债就更不敢买东西，恶性循环开始了。接下来第3根支柱就是楼市和股市。当实体经济出现问题，钱并不会突然消失，而是全部跑进股市，这是一种人性最底层的博弈。如果你是一家工厂老板，由于农民破产和工人负债，你发现我再投100万美金去造汽车，可能根本卖不出去，还要亏仓库费。作为一个资本家，你是愿意守着一堆卖不掉的零件愁白了头，还是愿意把这笔钱投进股市，通过买卖几个数字，在3天内赚出1年的利润？之前美国当时的股市已经讲过了，而当时美国的房地产是更疯狂，信贷支撑、概念炒作、全民参与。例如当时全美国最有钱的那波人盯上了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州，开发商把原本是沼泽地的地方描绘成人间天堂，未来的美国里维埃拉。在迈阿密，一块土地可能在1年内被倒手10次，价格翻了10几倍，就像保证金交易一样。当时买房甚至不需要看房，只需要交一笔极小的定金，就可以获得土地转让权。人们在烈日下排队，不是为了买房住，而是为了把手里的合同加价卖给排在后面的人。再加上当时美国因为汽车的高度普及，让郊区化成为可能，人们不再挤在市中心，开始向城市边缘买房，这拉动了全国性的普涨。当实体工业的钱还没完全涌入股市之前，第一站就是房地产。这种不动产带来的财富幻觉，让美国人第一次觉得只要买入就一定能涨。楼市的巅峰其实出现在1925年底，比股市崩盘早了整整4年。1925年，由于去佛罗里达炒房的人太多，建材和生活物资把铁路堵死了。佛罗里达东海岸铁路公司不得不宣布封锁，连盖房子的砖头都运不进去，没有砖头，那个天堂美梦就只是纸上的蓝图。1925年底，国会开始讨论加强对短期土地交易的征税，这直接吓跑了第一批短线投机客。再加上1926年9月，一场毁灭性的飓风直接把迈阿密吹成了废墟，那些价值连城的黄金地块瞬间变回了鳄鱼出没的沼泽。所以美国的大萧条是集结了天时地利人和。楼市崩盘后，美国人迅速把钱往蒸蒸日上的股市上投。1925年楼市崩盘时，柯立芝及其班底表示，这是局部阵痛，是市场的自我净化，一切都稳如老狗。他差点就要唱出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一直稳到1927年。柯立芝突然召集记者表示，我不选择在1928年参加总统连任，这绝不是因为他累了，而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直觉告诉他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柯立芝明白，如果他连任，大崩盘就会在他任内发生，他那繁荣缔造者的名声将毁于一旦。在1928年12月4日的最后一份年度咨文中，柯立芝用一种近乎抒情的笔调，为他的时代定下了基调。当前没有任何一届国会在检视国家现状时，能比这一届国会更感到满足。在内部领域，我们正处于长期以来前所未有的安宁与和谐；在外部领域，我们正处于和平且充满善意的时期。事实上，此时距离2战还有10年。接着，他甚至为了证明以上所讲皆为事实，他列举了低税收、低失业率以及连续几年的财政盈余。从纸面数据看，他确实交出了一张漂亮的财务报表。他宣称这种繁荣不是暂时的，而是稳固且永恒的。他鼓励美国人继续相信这种消费驱动、信贷支撑的模式，这能够非常完美的循环。他再次重申了不管事的优越性，认为政府保持沉默是美国经济成功的最大秘诀。美国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繁荣高度。柯立芝光荣退位后，就由美国史上最强接盘侠赫伯特·胡佛继任。他当时被公认为美国最聪明的大脑、伟大的工程师。这时候的美国，一切还是那么欣欣向荣。1929年3月4日，正式风光上任。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，从一定范围来看，美国的国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安定，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。我们挣脱了贫穷的枷锁，获得从未有过的个人自由。我对我国的未来毫不担心，此刻只愿上帝保佑你们，保佑我们的国家，爱你哦。于是1929年10月，美国大萧条正式爆发。